当下互联网关于朱蒂福斯特的讨论并不多，不过只需要提到沉默的羔羊女主，便让人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是她呀。但要提醒的是，她的演艺事业不止这一部优秀作品，她的能力远不是同代女演员甚至说后起之秀能媲美的。综合起来看，全球应该找不到跟朱蒂对打咖位的女演员。朱蒂福斯特的演艺生涯从1965年就开始了，这个年份成长起来的孩子现在都不如晚年了，这意味着现在的舆论环境对他这一代艺人的评价总会有失公允。但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当年的朱迪福斯特，你会发现这个女人真的很了不起。这里是不给岛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朱迪福斯特的故事。朱迪福斯特1962年11月19日出生于美国洛杉矶，父母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就分手了，他的母亲一个人将朱蒂和他的2个姐姐以及1个哥哥抚养长大。母亲艾弗琳是好莱坞制作公司的选角顾问，朱蒂从小在片场长大，对表演充满了兴趣。3岁那年，朱蒂陪哥哥参加防晒霜广告试镜，有一头柔软金发、一双大而圆的蓝眼睛的朱蒂走到镜头前时，成为全场焦点。在广告制作人眼中，朱蒂那张天使的面孔就是无价之宝。之后，这个小不点儿被奉为美国宝贝，受到商家的广泛青睐。8岁便创下了拍摄40多个职业广告的记录。母亲带着他四处试镜拍摄影视剧，小年纪的朱蒂成为家里的顶梁柱，13岁就买了自己的第一栋房子。朱蒂真正开始拍电影是在10岁那年，在拿破仑和萨曼莎中扮演小女孩萨曼莎。她与生俱来的灵气让美国人认为这个小童星是秀兰·邓波尔第二。1976年，朱蒂在马丁·斯科塞斯导演的出租车司机中饰演一个12岁的厨妓。只有14岁的她因这个角色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提名，虽然没有拿奖，但这样的成绩足以让人刮目相看。当年出租车司机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大奖时，14岁的朱蒂充当了马丁·斯科塞斯、罗伯特·德尼罗的法语翻译，一口流利的法语惊艳了法国媒体。法国媒体感叹，一个天才美国女演员诞生了。虽然朱蒂成名很早，但她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孩子。过早的踏入社会，复杂的工作环境，加上巨大的心理压力，她早就失去了一般孩子的天真快乐。这也是大多数童星都遇到过的问题。朱蒂不喜欢好莱坞的浮华生活，毅然激流勇退，走进耶鲁大学的校门，拿到了文学硕士的学位。1981年3月30日，一个名叫约翰·辛克利的家伙向美国总统里根动用了暴力，里根死里逃生，子弹离心脏只有3英寸，但随行的一名秘书不幸受伤，终身瘫痪。经过审讯，原来这个家伙是朱蒂福斯特的疯狂粉丝，他去朱蒂就读的耶鲁大学跟踪偶像，并频繁打电话及写信骚扰朱蒂。朱蒂当然不会理会他，辛克利为了得到朱蒂的注意，决定干一件大事。他模仿出租车司机里的罗伯特·德尼罗行刺总统候选人的情节，向里根总统举起了武器。行动前，他在居住的旅馆里留下一张字条：朱蒂，我求你重新考虑一下，至少给我一个机会，我要用这种历史性的事件来赢得你的尊重和爱。之后，辛克利被诊断为精神失常，关进了精神病院。1989年，在精神病院住了7年的辛克利企图证明自己的病已经好了，说已经不再迷恋朱蒂了。然而 FBI 特工在他的床下搜出一张福斯特的明信片，证明了他的病还没好，只能继续接受治疗。一直到2016年7月27日，美国法院才判定辛克利不会再对他人构成威胁，可以出院。这时辛克利已经61岁了，在精神病院住了34年，出院后与90多岁高龄的母亲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家中。朱蒂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，联邦调查局日夜盘问他，全世界的头版头条都刊登出朱蒂在出租车司机倚靠在门边的剧照。期末考试和毕业庆典，朱蒂必须在警方保护下进行。
朱棣精神痛苦不堪，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自己辩护，题目是为什么是我。直到1997年新克利事件过去16年后，朱棣在首映杂志采访中说，当时对我来说实在是一段很难熬的日子，我是过了很多年才摆脱了这个阴影。大学毕业重返娱乐圈的朱棣，外形在好莱坞女星中并不突出，即使导演相信他的演技，老板也不看好他。朱棣为了争取想要的角色，像新人一样参加试镜。1988年，朱棣靠多次试镜拿到了《暴姐梨花》中酒吧女招待莎拉的角色。敬业的她在影片中奉献了一段长达3分钟被凌辱的戏，创造了美国电影史上最长的凌辱戏的记录。她出色地诠释了被侮辱、被损害的女主角莎拉，成功地将女权主义和当时的社会热点结合起来，赢得了第1座奥斯卡影后。朱棣打破了好莱坞童星昙花一现的魔咒，自此进入好莱坞1线女星的行列。3年后，《沉默的羔羊》中的女特工克拉丽丝一角原本属于米歇尔·菲弗，但菲弗认为影片过于暴力，拒绝出演。朱棣主动表示，如果菲弗不能演，他很乐意当替补人选。拥有影后的身份，但还能够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，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，也正是他的聪明之处。沉默的羔羊中，沉默寡言但勇敢决断的 FBI 女探员克拉丽丝，让29岁的朱棣第2次获得奥斯卡影后，成为继路易斯莱纳之后第2个在30岁以前2次获得奥斯卡影后的演员。朱棣赋予了这个角色真正的灵魂。在美国电影学会评选的50位最伟大的荧幕英雄中，克拉丽丝名列第6。她把2座小金人放在浴室里，后来小金人生锈了，朱棣就把它们藏在储物柜中。此后，朱棣又主演了《战力空间》、《空中危机》、《复仇的女人》、《安娜与国王》、《局内人》等影片。他塑造的女性都是遭受着恐惧的折磨，寻找心中英雄的受害者，克服心中的恐惧，最后顽强生存下来。可以看出新克利事件对朱棣的深刻影响。过了40岁后的朱棣，虽然面临着女演员的中年危机，但他仍然不断寻求着突破。他说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扮演的角色年龄会越来越大，不过有一点我绝对不会做，那就是装嫩。朱棣生长在单亲家庭，从小跟妈妈长大，从来没有爸爸的概念。成年后，他没有花边新闻，身边出现的男人都是充当临时保镖的存在，从来没有哪个男人让他真正心动。他曾经说过，不能想象自己守着一个男人一栋房子，终此一生。朱棣选择的角色大多是单身、失去丈夫、没有父母的孤独角色，他们并不需要男人来拯救，而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在出演《沉默的羔羊》同一年，朱棣执导了他的导演处女作《神童泰德》。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天才儿童的成长。朱棣在影片里饰演孩子的母亲，一个抽烟喝酒、讲话粗俗的女招待。她对孩子爱得很深，认为孩子的父亲是谁并不重要。这部电影被认为是朱棣的半自传电影。1998年6月20日，朱棣的第1个儿子查尔斯出生。人们没见到孩子的父亲。3年后，他的第2个儿子基特降临。面对媒体的追问，他始终未曾透露谁是孩子的父亲。当了母亲的朱棣深居简出，将精力放在2个儿子身上。朱棣曾经组建了蛋电影制作公司，为了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爱子，2001年他关闭了该公司。他说，我从来都不是个工作狂，但工作能使我得到一种自我价值的认同感，而当我有了孩子以后，那种满足感是所有其他东西都不能给我的。成为母亲的感觉非常奇妙，我可以说，关于孩子的任何一件事，任何一个小细节，他们的每个想法我都能理解。2013年，50岁的朱棣拿到了金球奖终身成就奖。他在领奖时公开宣布了自己的性取向。我希望你们大家不会把这当成发表重要演说的夜晚。朱棣的致谢词成为了晚会的高潮。其实他的同志身份在好莱坞一直都是公开的秘密。他的同事好友早就知道他的性取向，
朱棣在1992年拍《男儿本色》时，与制作人西德尼·伯纳德相识相恋。期间，朱棣通过从精子银行获得精子，用人工受孕的办法生了2个儿子，取名查尔斯·伯纳德·福斯特和基特·伯纳德·福斯特，由朱棣和西德尼2人共同抚养。2个儿子长相相似，外界推测2个孩子的父亲是同一人。报道称，在人工受孕前，朱棣对孩子生父的人选一度倍加考量。据推测是英俊的哲学博士，有160以上的智商。朱棣不管去到哪里工作，身边往往都有西德尼相伴。2人还曾分别在左手无名指上戴了一枚蒂凡尼的永恒钻戒，一戴就是好几年。2008年他们分手了，但仍然一起抚养孩子们，即使分手也继续维持一个有爱的家庭。因此，朱棣在获得终身成就奖的人生巅峰时刻向西德尼表白，如果不是因为我生命中最深爱的一个人，我不可能站在这里。他就是与我共同责无旁贷的担任孩子们父母的爱情中的前任搭档，生活中正直的灵魂伴侣，我20年的好朋友西德尼·伯纳德。朱棣的致辞让台下不少明星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他的演讲不仅让他成为了当晚最闪亮的焦点人物，还获得了路透社、洛杉矶时报等媒体的连声称赞。朱棣和西德尼分手后，又有了摄影师女友亚历桑德拉·海德森。2014年4月，52岁的朱棣与44岁的亚历桑德拉·海德森低调完婚。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说，他们2人已经交换完结婚戒指，他们都深爱着彼此。从3岁到57岁，朱棣·福斯特在半个多世纪的演艺生涯中奉献了诸多经典角色。如今的他，经过多年的拼搏，集演员、导演、制片人于一身，其坚韧的独立女性的形象赢得了好莱坞和媒体的尊重。祝福朱棣·福斯特无论事业还是生活都可以一帆风顺，好运连连。这里是布吉岛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出您的看法。我们下期再见。他14岁提名奥斯卡，18岁考入耶鲁，顶着学霸脸，身材却是逆天尤物，如何才能算女明星的天花板呢？14岁提名奥斯卡，30岁前2封奥斯卡影后，因为太美，爱慕者为了她行刺，退隐20年，统一了智性恋审美。以上说的是同一个人，朱迪·福斯特。最近61岁的她登上了 L 跨年大风，短发衬衫，攻气十足大女王。有人未闻她名，那容我用一句坊间名言介绍：别人的美丽要钱，朱迪的美丽要命，还是美国总统的命。1981年3月30日，华盛顿希尔顿酒店门口，美国总统里根正与民众微笑挥手，一颗5.6毫米子弹从他左腋射入，打碎肋骨，刺穿肺部，重伤大出血。白宫势如锅弩，刺客当场被捕。在他家中搜出一封未寄出的情书。福斯特，我进行这次尝试的原因，是为了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小约翰，辛克利，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。小约翰因精神病被送院治疗，里根因抢救及时捡回一命。朱迪被 FBI 多次传讯，他并无怨言。对受伤的人而言，我所做的算不了什么。作为一个时代的万人迷，疯子甘愿为他杀人放火，实非其事。他的父亲是一名空军上校，母亲在好莱坞一间制作公司当选角顾问。1965年，母亲带着兄妹俩去广告公司，本意是让哥哥应征防晒广告，没想到公司看上了仅3岁的朱迪。从3岁接拍第一支广告开始，朱迪正式踏入演艺圈，之后接连出演了几十支大大小小的广告和电视剧。到8岁那年，福斯特已经接拍了40多条广告。1976年，年仅13岁的他出演了自己的成名作《出租车司机》，影片由马丁·斯科塞斯执导。朱迪在片中搭档罗伯特·德尼罗，扮演一位厨妓。他少年老成的表演技惊四座，
获得了第49届奥斯卡奖最佳女配角提名，并夺得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女配角奖。14岁的朱迪·福斯特在电影《出租汽车司机》里扮演了一位穿着性感暴露、吸毒酗酒、故作成熟的12岁厨妓。她在片中的表演使她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。朱迪超越年龄的演技和灵气，仿佛在霓虹夜色中开出一朵罂粟，美丽不堪折。凭借此片，她提名奥斯卡，头角峥嵘。但更多人认识她，应该是那部著名美食佳片《沉默的羔羊》。冷峻、无情、优雅的嗜血魔神汉尼拔，善良、稚嫩、纯洁的殉道牧女斯塔琳，其中几幕居里至今难忘。一幕是隔着笼子，斯塔琳在汉尼拔凝视下自述童年，他讲起童年那只无法拯救的羔羊，臂瞳闪烁泪花，如在血腥地狱里洒下的圣光。第二幕则是地下室大战，失去光明的女警蛰伏背后的变态，耳边只剩急促呼吸声。黑暗中，他扣动扳机，杀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黎明。身为 FBI 为数不多的女警，朱迪扮演的斯塔琳被男性压迫，却依然勇敢聪慧，遭强权蔑视，却未曾怀疑自己。25年后，《疯狂动物城》中的兔子警官就取名为朱迪，向那些在黑夜里发光的女性致敬。有人说，好莱坞从不缺美人，但朱迪·福斯特长了一张聪明的脸，绝非浪得虚名。娱乐圈童星荒废学业、惨淡收场的例子多不胜数，朱迪却是其中一类。她3岁就能流利阅读，11岁就能讲一口流利法语，14岁出席出租车司机发布会。她兼任法语翻译，早慧明澈的令人叹息。在17岁那年，朱迪悟出了那句传世名言：我觉得女性身上最吸引我的特质是智慧、力量，乃至些许疯狂，男性则是某种脆弱感，仿佛在说我也会被伤害，我也很敏感。女性的力量感，男性的易碎感，说他领先内娱半个世纪不过分，或许是把人事看得过分分明。身处红尘，他从不沉溺。1980年，朱迪·福斯特虽然有不小的名气和业绩，但由于经常被告知童星生涯将在17、8岁时结束，而他本人更喜欢读书，因此决定暂时退出演艺圈，一心读书，并在18岁时考上了耶鲁大学文学系。据传，因专业水平过硬，他在申请季获得了所有常青藤联盟的录取。4年后，朱迪以文学学士学位、拉丁文学位荣誉极优等成绩毕业。导师回忆道，他不是书呆子，而是专注力极强，对知识极度渴求，对自己永不满足。毕业那会儿，朱迪刚好接拍《暴劫梨花》，一看粗简，心太炸了，我演的也太烂了，与其丢人现眼，不如考研上岸。谁料他 GRE 复习到一半，电影封神了，奥斯卡影后拿下了，还能咋办？继续拍呗。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努力女孩命不差。朱迪这辈子就一个爱好，看书。年轻时，他在片场磕法语小说；成年后，他在后台啃学术论文。哪怕已人到中年，走在路上也一手咖啡一手报纸。阅读是一所随身携带的避难所。朱迪引用毛姆的话，在接到《沉默的羔羊》前，他早把原著翻烂，然后导演就看到了一位能背原著的女主。《沉默的羔羊》横扫奥斯卡5项大奖。安东尼和朱迪荣登帝后，一骑绝尘。那年他才刚满30岁，但多年后，朱迪苦笑：我总为20、30岁的自己道歉，因为没能成为想成为的人。作为演员，你永远不能成为自己，通过角色发现自己是谁，才是我一生的追求。虽后来贡献出《超时空接触》《国王与安娜》等佳作，可朱迪已无心恋战。他褪下妆容，长了白发，消隐红毯上，走入剪辑室。人类才华的参差总让人怀疑上帝的居心。当你在豆瓣打开朱迪导演的剧集，一定汗流浃背。黑镜第4季8.4分，纸牌屋第2季9.2分，女子监狱第1季8.5分，第2季8.8分，环形物语8.5分。只看见一位女学霸对优秀的极致追求，在娱乐圈卷了个日月无光。记者盛赞她是天才导演兼演员，
朱迪则谦逊一笑：“我不相信天才，我只相信10000小时原则，为首熟尔，是大神最无解的碾压。”朱迪做导演不仅惊艳，甚至还能救人。在拍《心情故事》时，小罗伯特·唐尼正深陷毒瘾，朱迪看不过眼，写下一封劝诫信。唐尼觉得自己天下无敌，不屑一顾。后来据闻朱迪找了几个硬汉哥们，把唐尼连夜拖去了戒毒所，这才有了后来的钢铁侠。与其一个人攀上高峰，我更愿意看到更多人迎风驰骋。朱迪在采访中说道，他希望扶持更多年轻人，帮助更多逆境中的演员。老娘60岁了，我的时间不多，但他们有的是时间，我愿给予他们我所拥有的一切智慧。他笑，那才是真正的传承。那一刻，风吹起他鬓间的白发，美得像一抹白月光。时光荏苒，当年的万人迷已不再年轻。在美国第70届金球奖颁奖典礼现场，朱迪·福斯特在获得终身成就奖时正式出柜。朱迪与西德尼·伯纳德相识于1992年电影《似是故人来》的拍摄现场，之后他们还一起养育了2个孩子 Charles Bernard Foster 和 Kate Bernard Foster， 其中 Bernard 是朱迪女友的姓氏，2个孩子都是福斯特进行人工受孕所生的。2008年，相恋15年的朱迪和 Bernard 分手。2014年4月，朱迪与相恋不到1年的44岁摄影师女友 Alexandra Hedison 低调完婚。他和同性恋人和孩子低调隐居，每天读很多的书。记者问起他最高光的好莱坞时刻，朱迪轻提嘴角，作为导演进入剪辑室，回到我成长的那些舞台，开车穿过大门，持有停车证，每天背着背包走进剪辑室，在沙发上小憩，平凡踏实，静水流深，却也是人间至高境界。其实早在10年前，朱迪就清晰又淡然地计划好了这一生。那夜，他荣获金球奖终身成就奖，是唐尼颁奖。这位闪耀了半个世纪的影后朗声道：“这像是一个时代的终结，也会是一个时代的开始。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领奖，但我会继续讲述故事，因人感动，再感动他人。也许我将不负光鲜，隐于银幕，也会我将默默无闻，鲜有人知，仅有路旁孤犬听闻其声。但那也是我的作品。”